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科学探索者。今天我们将深入探索神秘的真空世界。你可能听说过真空是空的，没有任何物质，但它们真的是空的吗？让我们来看看。为了理解真空内部存在着什么，我们需要探索原子和亚原子级别的空虚概念。不论你相信与否，即使在最看似空无一物的空间中，实际上仍然存在着微粒。这些微粒被称为虚粒子，在所谓的真空波动中自发产生并湮灭。这是由于量子物理学中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指出，你无法同时精确确定粒子的位置和速度。越是准确地知道其中一个值，就越难以准确知道另一个值。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测量，比如涉及能量和时间的测量。它意味着自然界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借用能量。这种能量的变化被称为真空涨落，通常以虚粒子的形式出现，它们可以从无处出现然后立即消失。真空涨落必须遵守一些规则，例如单个电荷不可能突然出现在原本没有电荷的地方，这将违反电荷守恒定律。这意味着只有电中性粒子如光子可以自己从真空中出现，带电粒子必须与它们的反粒子伴随出现。例如电子可以与正电荷的正电子一起出现，两种电荷互相抵消，以保持总电荷为零。结果是真空中不断充满着短暂存在的粒子。虽然我们无法用探测器捕捉到这些虚粒子，但它们的存在是可测量的。一个例子是卡西米尔效应，由荷兰物理学家亨德里克·卡西米尔于1948年预测。根据他的计算，即使不考虑金属板之间微弱的引力作用，两个相对的金属板在真空中应该会相互吸引。由于金属板之间的距离限制，只有某些波长的虚粒子能够存在于它们之间。然而，在金属板之外，任何虚粒子都可以出现。结果是在金属板之间的可能性较少，因此虚粒子的数量也较少。外部粒子的相对风度对金属板施加压力，使它们相互压缩。这个效应虽然听起来很奇怪，却是可以测量的。物理学家史蒂文·拉莫罗在1997年在华盛顿大学实验证实了这一现象。几乎是在卡西米尔的预测之后50年的现在，卡洛尼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利用卡西米尔效应来测量真空的能量。这种能量对整个宇宙有重要的影响。广义相对论告诉我们，能量例如质量会弯曲时空，这意味着虚粒子会短暂改变真空的能量，对我们宇宙的形状和发展产生影响。当这种联系首次变得明确时，宇宙学家希望它能解决他们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难题：宇宙常数是否存在？它是描述空间中能量的另一种方式。爱因斯坦在1915年发表了他的广义相对论，但很快他意识到自己面临一个问题，这个理论似乎预测了一个正在膨胀的宇宙。然而当时的天文学家们认为我们的宇宙是静态的，空间的大小是固定且不变的。在他发表该理论的3年后，爱因斯坦发现他可以在方程中加入一个称为宇宙常数的项，而不改变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在取得正确的值时，这个项将确保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利用当时最大的望远镜加利福尼亚州威尔逊山天文台的胡克望远镜观测到离地球越远的星系，其远离速度似乎越快。这一趋势揭示了空间实际上是在膨胀的。爱因斯坦放弃了宇宙常数，并称其为愚蠢的假设。半个多世纪后，又出现了另一个转折。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两个研究团队独立证明了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在加速膨胀。推动空间扩张的力量后来被称为暗能量，它起到了与引力相反的作用，阻止了所有巨大物体最终坍缩到一点。根据理论预测，暗能量占据了空间总能量的约 68%。此时宇宙常数再次成为一种解释这种神秘能量形式的可能性。而宇宙常数据说从真空中获取能量。起初科学界欢欣鼓舞，似乎广义相对论中的常数是空虚空间中虚粒子的能量的结果。两个不同的物理领域，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正共同一起解释宇宙加速膨胀的现象。但这种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当科学家进行了计算时，基于量子场论的真空能量的计算结果远远超过天文学家根据宇宙膨胀测量所得到的宇宙常数的值，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高达120个数量级。
解决这个差异的最佳方法将是直接测量真空中存在的能量，通过称量虚粒子。如果量子理论导出的真空能量是正确的，那么一定有某种因素在抑制这种能量对空间膨胀的影响。因为如果这个值是按能量的真实强度，空间将膨胀得更快。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学的数值是正确的，那么物理学家可能极大地高估了虚粒子对真空的贡献。关于真空涨落和虚粒子的存在，自从卡西米尔效应得到证明以来，已经被广泛接受，而量子理论对于这种涨落的预测强度也不可能完全错误，因为实验室实验证实了该理论的高度精确性。但是，虚粒子是否确实以我们所期望的方式产生引力，并因此影响了空间的质量，这一点可能是有可能的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测量虚粒子在引力方面的行为的实验。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可能，即虚粒子与普通物质的引力相互作用可能存在差异。例如，1996年，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和爱德华多在一个理论模型中提出了真空涨落没有引力效应的情况。如果除了我们熟悉的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之外，还存在额外的隐藏维度，那么这可能成为可能。这些隐藏维度可能会改变在非常小的尺度上引力的行为。然而，铝和铂等元素的原子和质量差异只有通过某些量子涨落对其重量的贡献才能解释。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物理学家相信虚粒子与重力的相互作用与普通粒子相同。参与阿基米德实验理论规划的理论物理学家卡罗·罗维利表示，有明确的迹象，但迄今尚无直接证据为了验证虚粒子与重力的相互作用类似于正常物质。阿基米德团队成员希望利用卡西米尔效应，用简单的量平衡来测量虚粒子的重量。平衡器将位于真空室内，该真空室是一个由数层绝缘材料嵌套的圆柱形容器，以保持其极端寒冷并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这些仪器又将深深地放置在撒丁岛的洞穴中，以保护精密设备免受地上世界的任何可能影响。这些屏障是必要的，因为科学家们正在寻找微小的信号。当卡西米尔效应开启时，平衡器的轻微移动通过改变样品材料内部虚粒子的数量来改变其重量。在阅读了已故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的一篇技术论文后，他设想利用阿基米德原理来测量虚粒子的重力贡献。阿基米德原理指出，当物体浸没在流体中时，它会经历一个等于所排开的流体重量的向上浮力。如果虚粒子具有重量，那么真空中的金属板腔体应该会受到一个浮力。这个腔体本质上是用含有较少虚粒子的轻质真空代替具有丰富虚粒子的常规真空。虚粒子的密度会决定浮力的强度，从而揭示它们的重量。为了在它们的真空罐中测量这个力量，研究人员将从一台2米高、1.50米宽的天平上悬挂2个由不同材料制成的样品，并在其中一个样品内诱导卡西米尔效应。他们发现，在实验中这种力约为10⁻⁶次方牛顿。测量如此微小的力量，就像试图称重细胞内的 DNA 一样困难。为了能够探测到他寻找的微小片段，阿基米德实验将使用2个激光系统，与引力波探测器内的激光和镜子设置有些相似。第一个激光系统可以检测极为微小的平衡偏差，通过将激光束通过光束分数器分成2部分，分别引导到天平的2端，然后被附着的镜子反射，然后光束通过进一步的镜子重新合并，并传输到一个探测器。如果光束处于平衡状态，2个光束将完全相同的距离行进。如果天平轻微倾斜，光束将打到不同的距离上。在这种情况下，激光束波的波峰和波谷将以交错的方式在测量装置中相遇，产生不同的干涉条纹。第2组激光器用于测量较大的运动的倾斜程度。为了保护天平免受外界干扰，物理学家们需要一个尽可能少发生地震活动的场地，因此选择了撒丁岛。该岛还有其他优势，岛上人口不太密集，这降低了人为噪音的影响。此外，岛上有250多个废弃矿井，因此其地下的震动很少，而且矿井内的温度特别稳定。如果实验成功，其结果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测量结果符合预期，并显示虚粒子与普通物质一样在引力上相互作用，那么我们将确切知道真空涨落必定会影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因此它们可能具有非常强大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学家将不得不解释是什么抑制了宇宙中真空能量的影响。然而，如果天平的偏转结果与预期不同，则表明虚粒子不产生引力，这可能为全新的物理学打开大门。这就是我们对真空的探索。记住，事物往往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即使是在看似空无的空间中，保持质疑，保持探索。我们下次在科学探索者节目中见。